许先生继承了一栋被弃置了30年的老住宅，那是他堂叔的大别墅，坐落在一个大庄园里。从许先生走进房子里看到的情形，一切的摆设虽然已铺满了蜘蛛网和被老鼠破坏，但仍不难看出这里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怪事。堂叔一家人突然紧急逃离了这里，再也没有回来过。桌子上的杯子、碟子，一张椅子旁边落下一本被老鼠啃去了一边的书，墙上的电开关都指着向开的方向。从装修陈设及家具来看，许先生的堂叔是一个有钱人，他们一家10来口人曾住在这栋3层楼的别墅。现在堂叔去世了，把这个别墅送给了许先生这位远房亲戚。那一天，许先生第一次进入了这个庞大的老宅。他从当天前来听堂婶拿东西的老工人那里打听到，老工人说，当时我们仆人听到老爷的怪叫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件事，大家都冲了出去。到了大厅时，老爷正拉着太太往外走，不断地叫所有人都出去。我们都是仓皇逃出来的，什么都没有带。当大伙出了花园，老爷立刻将花园的铁门锁上，指着屋子对全部人说，谁敢走进屋子一步，就算我不知道，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但至于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老工人也不知道。老工人接着说，太太当时就和老爷吵了起来，说老爷发神经，要冲回屋子里去。但老爷的话很恐怖，他说，谁要敢再进这个屋子，就等于要他死。太太哭了起来，说就算不要屋子，他也将要东西取出来。可是老爷不允许，我们当夜是住在旅馆中的。老工人继续说，后来没几天，老爷就派人买了另一栋房子，也没有人再敢来这里了。许先生问道，你们仆人全是住在这个屋子的，难道老爷也不让你们回来取东西？老工人继续说，老爷对待下人很好的，他给我们每个人足够的钱，买回我们留在这屋子里的破东西。而且老爷强调，无论是谁，不管有什么好处，叫我们到这屋子里去，都不准去，去了自己倒霉。那老爷为什么突然离开，你们后来知道了？许先生问。不，一直不知道。太太的近身姨娘说，连太太也一直不知道，可见老爷未曾对别人说起过。老工人回答道，那房子四周十分冷僻，冷僻的一个人也没有。当天晚上，许先生和朋友在2楼的书房里过夜。书房这里相对容易收拾，这是一间十分宽大的书房，四壁全是书柜。可惜了，所有的书都被蛀虫蛀了止血。在书房正中放着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写字台旁还有几张舒服的座椅。这里和别的10几间房间一样残旧的可怕，一只烟斗跌落在写字台旁边。最使人觉得奇怪的是，书房中一只老鼠也没有。当晚他们就在书房休息过夜。在清晨时分，墙上出现了一个大阴影，那黑影像俯身看着他们，那影子可以自由活动，而且能发出声响。是的，这个房子里住着一个黑影。这个黑影本来是住在一块陨石里面的，最早拥有这块陨石的是一个古庙里的老和尚。老和尚在古庙的一次大火中去世后，这块陨石就被许先生的堂叔买回了家。后来就出现了黑影把堂叔吓跑的事件。之后这个陨石到了一名当地的历史系教授手上，该教授在一场离奇的大火中消失后，又辗转回到了许先生的手上。再后来，许先生的朋友在一次打听中得知，许先生的住所发生了一场火灾，许先生葬身火海。唯一拥有过这一块陨石及和影子打过交道的堂叔，以他那生意人特有的敏感气质，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许先生的堂叔是典型的民国时期受过传统教育的生意文人特点，心胸宽广，接受不同的信息，
敬畏天地万物万灵，对可能的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宁愿相信有危险的存在，也不轻易忽视潜在的危机，以小心翼翼的态度面对世界一切不确定的现象，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将存活与安全置于首位。许先生的朋友认为，这不可思议的影子其实是一种外星生命，这种生物是跟随一颗陨石来到地球的。以上是香港著名作家倪匡在1969年发表的小说《影子》。那么生命可以是一个影子吗？那什么是生命呢？全宇宙的生命形式都一样的吗？今天结合最新的生命理论研究成果，从什么是生命聊到宇宙生命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例如 AI 可以是生命吗？一束光可以是生命吗？一段电波呢？星球本身是不是一个生命体呢？我们都知道地球上充满了生命，从微小的单细胞生物到庞大的蓝鲸，从极端环境中噬极菌到大气层中的飞鸟，生命几乎无处不在。那么在浩瀚的宇宙中，是否有其他生命存在呢？我们地球的生命是否是宇宙中孤独的存在呢？这是我们人类一直都苦苦追求和渴望的答案。197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发射了2个深空探测器，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每艘探测器都携带了一张镀金铜制唱片，记录了地球的声音、音乐、图像和语言。里面有55种地球语言录制的问候语，包括了4种中国语言：普通话、粤语、闽南语和吴语。唱片中有海浪、雷鸣、鸟鸣等地球自然声音，有包括巴赫、贝多芬、西非古乐、中国古琴、流水等音乐，有人类解剖图、地球的位置、太阳系示意图等图像信息。这张唱片就是一张地球的宇宙名片，期待有一天能遇上外星生物，向外星人表达人类的问候和详细介绍地球的情况。旅行者1号目前相对速度是61452公里每小时的高速飞离太阳系，预计300年内能抵达太阳系边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一个围绕太阳主要由濒危行星组成的球体云团。奥尔特云位于2个毗邻的恒星星际空间之中，位于太阳和比邻星系的中间。比邻星是距太阳最近的恒星，奥尔特云分别距离太阳和比邻星各约2光年的距离。旅行者1号会以61452公里每小时高速飞行3万年后，通过奥尔特云飞达比邻星的边缘。比邻星中有3颗行星，分别是比邻星 B、比邻星 D 和比邻星 C， 其中比邻星 B 被认为有可能有液体的水存在，特别是比邻星 B 处于恒星宜居带，是离地球最近有可能有生命的行星。旅行者1号估计在7万年的高速飞行后，有机会越过或到达该行星。除了发射飞行器直接寻找宇宙生命之外，人类同时也在用太空望远镜扫描天空。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于2009年发射的一个高科技太空望远镜开普勒太空望远镜，专门用于寻找围绕其他恒星运行的类地行星。它的使命是帮助科学家们解答关于地球外生命是否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太阳系之外是否有适宜生命的行星。另外，最新的一代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于2021年发射成功，成为探索外星生命的关键工具。通过对遥远星系、行星系统的分析，寻找潜在的生命痕迹或者适宜生命存在的行星。为了寻找外星生物，人类还在地球各处部署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监听来自宇宙深处的无线电信号。其中有位于澳大利亚西澳沙漠中的妙奇森射电天文台，还有位于中国贵州省世界上最大的单碟射电望远镜，直径达500米。它们都是设计用于接收来自宇宙深处的射电信号。
这些林林总总为寻找地外生物的设施和手段，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寻找宇宙行星中是否有适宜的温度、水以及适合生命繁衍的化学元素。水被认为是生命的基础，它是许多生物化学反应的溶剂，并且在地球上至关重要的生物分子，如 DNA、蛋白质和脂肪，都是以水为基础的。那么到底什么算生命呢？生命是一种能够通过进化的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也就是说，第一，所有已知的生命都是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例如，我们身体里的每个组织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人类的皮肤、肌肉、骨骼，甚至是血液，都是由成千上万的细胞构成。就像一个大楼由许多块砖组成，细胞是构成生命的砖块。又例如，单细胞生物如细菌，它们只有一个细胞，但依然能进行所有的生命活动。细胞是生命存在的最小单位，无论是简单的细菌还是复杂的哺乳类动物，细胞都是其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呢，生命体能够进行能量转化，也就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就像生命体内的引擎、发动机一样，它通过摄取营养，将它们转化为能量，并排出废物来维持生命。比如，植物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而动物则通过食物的摄取来制造能量。想象一下，如果你一天没有吃东西，你会不会感到疲惫不堪？因为你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正是通过新陈代谢，生命体不断获得所需能量，保持运作。第三，生命能够自我生长和繁殖，每个生命体都会生长并繁殖来确保族群的延续。比如，一颗种子在土壤中发芽，慢慢长成了一棵大树，这就是生长的过程。而每年秋天，树木会通过掉落的种子繁殖，种子可以长成新的树木，从而延续生命。人类从婴儿到成人也经历了不断的生长，而繁殖呢，通过父母将遗传信息传给下一代，生命得以延续。第四，生命能感知到世界并做出反应。生命不仅仅是静止的，它能感知环境并做出反应。例如，一只猫看到老鼠后会迅速地扑过去抓住它，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应性行为。植物也能展示这种特性，比如向光性，向日葵总是朝着太阳转动，这是它对光的反应。第五，生命体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比如在极寒地区生活的北极熊，它有厚厚的毛皮和一层脂肪，这能让它在寒冷的环境中生存。而生活在沙漠中的仙人掌，它的根系发达，能够储存水分并减少水分蒸发，从而适应干旱的环境。第六，生命体内部有着复杂且精密的结构。想象一下，你在观察一个人类的细胞，你会看到其中有多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比如，细胞核保存着 DNA， 控制着细胞的活动，细胞内的线粒体则负责为细胞提供能量。每一个小细胞就像一台小型的工厂，各个分子、细胞、组织有序地合作着，确保生命体能够顺利进行。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基本定义。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生命不仅仅是物质的集合，它还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能量转化能力和适应环境的智慧。因此，从细菌到人类，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应该有这些共性。即使它们的外表和生活方式各异，通过这些特征的表现，我们才能辨别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别。但是问题来了，根据这种普世生命定义，我们地球上有一些不符合这个定义的奇怪存在，其中之一就是病毒。病毒结构简单，由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遗传物质 DNA 或者 RNA 组成，不具备细胞结构。病毒不具备自身的新陈代谢和繁殖能力，必须依赖宿主的细胞进行复制和繁殖。离开宿主细胞，病毒无法表现出生命活动。在宿主细胞外，病毒处于休眠状态，就如无生命物质。
进入宿主细胞后，病毒展现出来的复制能力能够大量生产后代。病毒更像一组生物程序，需要进入宿主细胞后启动的生物程序，控制和改变宿主细胞。病毒这种介入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灰色地带的物质存在，导致科学家尚未对病毒是否是生命达成共识。病毒虽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生命标准，但其遗传力和进化能力让它们被视为细胞驾驶员或者是细胞的大脑。一些科学家认为病毒是生命演化过程中从细胞型生命简单化而出来的一种新形式，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病毒是一种外星生物在地球的遗留。当病毒入侵宿主细胞时，它们的遗传物质开始指挥细胞活动，复制自己的基因组，并组装成新的病毒粒子。病毒这一特殊性促使科学家提出新的生命定义。美国女科学家莎拉·伊马里奥克博士认为，传统的生命定义过于局限，因为它只关注了生命的表面特征，而没有从根本上讨论生命是如何运作的。比如，我们通常认为病毒不是活的，因为它们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赖宿主细胞才能繁殖。然而，从奥克博士的角度来看，病毒并非简单的归类为死物或活物。他建议我们应当跳出传统框架，思考生命的运作机制。或许生命并不是我们定义的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美国女科学家莎拉·伊马里奥克博士是一位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美国克氏亚利桑那州大学科学基本概念超越中心副主任、生物社会复杂系统中心副主任，也是一名大学教授。他研究包括生命起源、天体生物学、生命物理学以及人工生命。他致力于发展新的物理理论来解释生命是什么，生命如何出现，以及其他星球上的生命迹象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他用数学模型来研究化学演化和前生命地球网络的发展。2013年出版了《生命的算法起源》。2024年，伦敦发表了《无人知晓的生命：生命起源的物理学》。奥克博士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生命的组装理论。组装理论的核心在于，生命并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驱动，而是通过一种自然界中的物理和化学法则所形成的复杂现象。奥克博士通过比喻将生命比作为乐高积木，就像我们用的乐高积木组装出各种各样的建筑、动物或者其他物品一样，生命也由基本的物质单元如分子、细胞、基因，通过特定的物理和化学的相互作用，逐步形成有各种必要功能的一个系统。在这些物质单元之间相互产生作用，生命体逐渐出现复杂的生命活动，超越了我们传统生物学中简单组合的定义。例如，在生命体内，各种蛋白质、脂肪、核酸等分子通过精确的化学反应和物理过程结合在一起，构成细胞，进而形成更高阶的生物结构和功能。奥克博士强调，生命的形成并不是单纯依赖一类特定的物质，而是通过复杂的物质组装和相互作用完成的。这种物质的精细组织和演化正是生命的复杂性的根源。这种组装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我们对生命起源的认识。生命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单一的起源物质中产生的，而是从简单的物质组装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通过观察和研究这些组装过程，科学家们逐渐揭开了生命起源的迷雾。组装理论提出，生命并非一蹴而就的出现，而是通过数亿年的自然选择、突变和物质互动，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复杂生命体。在组装理论的框架下，生命并不局限于地球上熟知的元素和物质，而是可以在其他星球不同的环境下，由不同元素组成的物质系统构成新的生命形式。假设在其他星球上存在类似地球条件的环境，但该环境中可能缺少某些元素或化合物，而具有我们未曾见过的元素组合，生命也有可能与地球生命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例如，生命可能并不依赖于水为溶剂，
或者是其他溶剂，如氨、甲烷等，也能支持某种形式上的生命活动。主装理论的提出，促使科学家重新审视宇宙中生命可能存在的多样性。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固定在某一类物质或者某种特定的化学环境中，而是通过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进化和组装而成。基于这一思想，科学家在探索外星生命时，更注重寻找那些可能具备与地球生命不同化学特征的生命标志。例如，生命的组成成分可能不再是水、碳、氮等常见元素，而是一些人类尚未了解的物质，甚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化学结构。在这种理解下，外星生命的探索不再局限于寻找与地球类似的条件，而是更广泛地考虑到宇宙中可能存在的不同形式的生命。我们要学会超越地球的视角，寻求一种更为开放和多样的思维方式。例如，在极端的环境下，生命的组成可能是基于硅而非碳结构，或者生命可能在没有水的环境下以其他化学物质为溶剂运作。硅在化学物质上与碳相似，因此有研究认为硅或许也能作为生命的构建块，尤其是那些温度极高或极低的环境中，硅化合物可能比碳化合物更稳定。生命的多样性远超我们所知的形式，生命可以是一团云状的组合，生命也可以是一块特别组合的石头，生命当然可以是一片扁平的，看似一个阴影的物体，甚至一个星球，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等等。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发现人类都不见了，只剩下由人工智能控制的高楼大厦、城市和各种设备，他们会不会认为这些 AI 系统就是地球的生命呢？如果 AI 能够通过进化和选择不断地优化自己，它是否能被归类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从奥克博士的组装理论到对外星生命的寻找，从什么是生命到对生命的重新思考，生命的研究不仅仅是一门科学问题，它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和我们自身的定位。科学家们的努力让我们在不断揭开生命之谜的过程中，也在探寻一个更为深远的话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当我们仰望星空思考这些问题时，科学家们正试图用知识和智慧为我们提供答案。生命的奥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和复杂，而这些谜团背后藏的可能是无尽的可能性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因此，探索生命的过程不仅仅是对生物的研究，它更是对宇宙、对我们自身，甚至是对未来的深刻思考。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心目中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其他你认为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我期待与你一起探讨这个深刻而有趣的话题。最后，谢谢大家的一起探索，我们下次33说一说再见。